2025年的秋天，整个投资世界突然同时出现了2个震撼消息，一边是华尔街的传奇落幕，95岁的股神华伦·巴菲特在波克夏官网上发表了他人生最后一封股东信；另一边则是 AI 战场的火光再起，辉达和 Uber 投资的机器人新创 Serve Robotics， 靠着自动配送机器人为未来10年的外送平台展开新一轮争夺。到底巴菲特的最后一封信留给世人什么重要讯息？Serve Robotics 就是凭什么能获得辉达和 Uber 投资？巴菲特给股东的最后一封信。2025年11月10日，华尔街一如往常地喧闹，直到那封信出现，波克夏的官网上突然跳出一篇简短却震撼全球投资圈的公告：巴菲特的最后一封股东信。没有铺陈，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一句淡淡的开场：我将不再撰写波克夏年度报告，也不会再在股东大会上长篇大论。正如英国人所说，我要安静辞职了。95岁的华伦·巴菲特在这一刻正式宣布卸下 CEO 的职位。这封信不只是写给股东的报告，也是一位大神前辈对全世界投资人的最后叮咛。巴菲特这一生几乎定义了价值投资这4个字，从一间名不见经传的纺织公司起家，到今天横跨保险、能源、制造、铁路、金融的庞大帝国。波克夏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稳定与信任。他用60年时间创造了股东报酬率超过400万百分比的神话，也让几代人学会了别和市场赌气，学会和时间做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，不短冲，只投资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。在信中，他宣布接班人是格雷格·阿贝尔，一位加拿大出身的能源事业主管，被巴菲特称为诚实的沟通者、勤奋的管理者、值得信任的领导人。他写道：我会保留部分的类股，直到股东对阿贝尔感到安心，那应该不会太久。这段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代表一个以个人智慧支撑半个世纪的帝国正式迈入制度化时代。除了交棒，信中另一个核心是放手。巴菲特宣布将手中价值约13亿美元的波克夏 A 类股转为 B 类股，捐给4个家族基金会，交由3位子女管理。他开玩笑说：我的孩子们都70几岁了，我不想死后还在掌权。他不再像以往的企业家那样想永远控制自己的遗产，而是选择相信时间，相信教育，也相信自己的孩子。这样的安排其实早有伏笔。从2006年起，巴菲特就与比尔·盖茨共同发起捐赠誓言，鼓励全球富豪捐出过半财富。如今，他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里路，从盖茨模式走向家庭信托模式。这是他用行动证明，财富的意义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流动。而真正让人动容的是信中的9堂课。他没有在谈股价，没有讲利率，也没有预测市场，而是写下了人生。巴菲特说：能活到95岁是幸运女神的恩典。我出生在美国，健康、聪明、白人、男性，这样的开局已经赢在起跑点上。他提醒所有人，不要忘了谦卑。老去是一种不可逆的课题。我老得比较晚，但一旦开始，时间之父不会放过任何人。即使行动变慢，视力退化，我仍坚持每天到公司上班。波克夏的股价偶尔会跌50%，但别灰心，美国会回来，波克夏也会。这句话不只是对股东说的，更是对所有在市场里怀疑人生的人说的。短期的波动不代表长期的失败。巴菲特也罕见地批评了美国 CEO 的高薪文化，困扰富有 CEO 的不是他们不够富，而是别的 CEO 更富。巴菲特一生不追求炫耀，而是追求够用就好的平静。他说，统治坟墓的历史战绩很糟，他不想死后掌权。清洁工和董事长一样，都是人，慎选你的英雄，模仿他们，别为过去的错误懊悔，学一点教训，继续走下去。而巴菲特最后的那句话，决定你希望讣文怎么写，然后努力活出那样的人生，让所有读完的人都静默了几秒。这天的巴菲特虽然卸下了职务，但他留下的不只是股东信，而是一种活着的信仰。他用一生证明，在这个被贪婪与速度支配的世界里，诚实、节制、善良依然能创造长期复利。他最后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甚至补了一句：连那些讨厌鬼也一样。这就是巴菲特，幽默、温暖、务实又深刻。他离开的那一刻，
或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但那封信让人相信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。一个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活得更有意义的时代。因为巴菲特不只是教人致富，更教人如何成为更好的人。Serve Robotics 是什么样的公司？当你在美国街头散步的时候，可能会看到一个圆滚滚、像小冰箱一样的机器人，静静地滑过人行道，红灯前会停下，遇到行人会礼让，最后准时停在某栋大楼门口。打开舱门，里面放着刚出炉的披萨、饮料或汉堡，这就是 Serve Robotics。Serve Robotics 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自动配送机器人公司，成立于2021年，听起来很新，但这家公司其实是从 Uber 的外送部门 Postmates X 分拆出来的。当时 Uber 想打造一个更智慧、更低成本的外送体系，让食物能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自动送到客户手中。结果，这个构想就变成了今天的 Serve Robotics。Serve 做的事很单纯，也具有革命性，让机器人帮人外送，将科幻电影的情节做成了现实。Serve 机器人专门在城市的人行道上行走，设计上比汽车小，比脚踏车稳，而且它完全电动，几乎零排放。公司目前和 Uber Eats、DoorDash、7-Eleven， 甚至 Little Caesars 披萨合作，让这些机器人成为城市里的最后一里外送员。什么叫最后一里？想象你点了一个披萨，从店家出炉后到你家门口，这段短短几公里的距离就叫最后一里。这段距离看似简单，却是物流成本最高、效率最低的一段。Serve 要做的就是用 AI 机器人取代人力，把这个过程变得更便宜、更快、更环保。目前 Serve 已经拥有超过100台自动配送机器人，分布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，计划在2025年底前扩增到2000台。Serve 的第3代机器人拥有 Level 4自动驾驶能力，也就是在特定区域内可以完全自动运行，不需要远端控制员介入。每台机器人可以连续运作14小时，全天候防雨防尘，续航力比前一代提升2倍，一趟能载15加仑的货物，差不多4个大披萨。Serve 技术核心在于 AI 演算法与感测器融合，机器人搭载了 LiDAR 光打、超音波镜头与多层避障系统，能侦测行人、自行车、红绿灯，甚至狗。每完成一次配送， AI 系统就会记录下整段路径资料，让机器学习模型变得更精准。简单说， Serve 每一台机器人都在自己学开车，而且越送越聪明。在商业模式上， Serve 并不只靠外送费赚钱，他们的收费方式可以按次，也可以按小时计费给合作伙伴。同时，他们也在发展一个创新的副业，把机器人当成移动广告牌。机器人外壳上可以放户外广告，当它穿梭在街区时，就是一台流动的品牌曝光载体。这让 Serve 除了外送收入之外，还多了一条稳定的行销收入来源。这家公司最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只是科技公司，更像是城市基础建设的一部分。Serve 的愿景是打造美国最大的人行道配送网络。想象未来，当街上的每一台小机器人都能自动导航、避障、送货，不只是餐饮外送，还可能扩展到药品、文件、日用品，甚至电商退货。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看好 Serve 的长期潜力。因为相比汽车自驾的高门槛与高风险， Serve 选择的人行道自动驾驶更可行、更容易落地。它不需要高速运转，也不需要复杂的交通法规，只要一个城市批准，就能在市区里稳定运行。更重要的是， Serve 的产品符合现在全球关注的3大趋势：低排放、低人力成本、高数据价值。每一趟外送都能搜集城市资料、交通模式、消费行为，这些数据反过来又能优化配送效率，形成一个不断进化的 AI 网络。Serve Robotics 的故事本质上不只是送餐的机器人，而是用 AI 改写城市物流的一次尝试。从一个 Uber 的实验室出走，到成为纳斯达克 NASDAQ 上市的 AI 机器人公司， Serve 正在重新定义外送的意义。当我们还在想自驾车什么时候能合法上路时， Serve 的机器人早就默默在旧金山的街角运转，送出一份又一份的晚餐。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，若有突发事件，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，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，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，想了解我的看法，尤其是有玩台股、美股或是台指期、美期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。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，
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。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，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。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Serve Robotics 联手 DoorDash。Serve Robotics 宣布了一项重磅合作，他们正式和 DoorDash 达成协议，让 Serve 的人行道配送机器人正式进入 DoorDash 平台。消息一出，Serve Robotics 的股价立刻飙升12%，市场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合作的期待。要知道 ，Serve 原本就有一个很强的靠山 Uber Eats， 不止技术来自 Uber 旗下的 Postmates X 部门 ，Uber Eats 本身还是 Serve 的股东，持股超过3%。也就是说 ，Serve 一开始几乎是专属于 Uber 的自动外送伙伴，现在他们跨出了这一步，选择同时和另一个巨头 DoorDash 合作，这背后的影响非常大，因为在美国外送市场里 ，DoorDash 是货真价实的龙头。根据最新的市场资料，美国3大外送平台分别是 DoorDash、Uber Eats 和 Grubhub， 三者合计市占率超过70%。其中 ，DoorDash 的订单量与网站流量都稳居第1名，而 Uber Eats 则是第2。换句话说 ，Serve 过去只跟 Uber Eats 合作，已经能接触到全美相当大的市场，但现在又加入 DoorDash 平台，就等于打开了另一个同样庞大的入口，几乎是把美国外送市场的版图全部吃下来。目前这项合作已经在洛杉矶率先启动，部分商家和餐厅已经开始使用 DoorDash 的机器人配送服务。Serve Robotics 的执行长阿里卡山尼表示，这次的合作让我们能进入 DoorDash 占主导地位的城市，并且透过扩大机器人车队的规模，确保每分钟都能完成更多任务。他的这句话其实点出了 Serve 现在的成长策略：规模化。Serve 不是靠一台机器人、一条街道取胜，而是靠城市级别的网络扩张。根据统计 ，Serve 的机器人已经透过 Uber Eats 在洛杉矶、迈阿密、芝加哥与亚特兰大等城市营运，累计完成超过10万次配送，服务超过2500家餐厅。这次与 DoorDash 合作后，未来的扩张速度有机会再翻倍。而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整个产业的趋势，自动化正在成为外送业的新标准。过去几年，美国的外送平台面临越来越高的劳动成本与人力短缺，送餐员要抽成、要保险、要计时，对平台来说压力很大。这时候，最后1里配送就成为突破口。透过自动化机器人，平台可以在短距离、高频率的配送中降低成本，也能缩短送餐时间。DoorDash 这次选择与 Serve 合作，并不是单纯的试水温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在积极发展自动化。就在不久前 ，DoorDash 才发表了自家研发的送餐机器人大，同时还和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的为你展开无人机配送合作。你可以想象未来的城市，天空中飞的是 DoorDash 的无人机，地面上走的则是 Serve 的机器人。这个合作让 Serve Robotics 的商业模式更加稳固。以前它只靠 Uber Eats， 一旦 Uber 政策改变或策略调整，Serve会受到很大影响。但现在同时与2大平台合作，代表它不再被单一客户绑死，反而能在市场中取得更多主导权。而对 DoorDash 来说，这也是一场互补的投资。Serve 有 AI 感测器与自驾技术的专长 ，DoorDash 则拥有海量的订单数据与消费者网络，两者结合，让配送更快、更聪明，也更具成本优势。对餐厅来说，这代表送餐速度提升，外送费下降；对消费者来说，可能意味着未来的免费外送会越来越常见。在更大的格局上 ，Serve 与 DoorDash 的合作象征了外送产业从人工送货变成机器送货的转折点。未来的外送平台竞争的重点可能不再是谁的外送员多，而是谁的 AI 更聪明，谁的自动配送网络更广。Serve Robotics 从 Uber 的实验室出走，到与 DoorDash 携手，是典型的 AI 时代缩影。从依附巨头到自我成长，从技术实验到商业落地，他们正在重新定义整个城市物流的未来。看完巴菲特的最后一封信，不知道你是否有特别有感触 ？Serve Robotics 的送餐机器人是不是让你对未来产生不同想象？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
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